大哥，世珍，哎，家少，那个不是你家的冯先生吗？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呀？动作这么亲密，不会是他的相好吧？他说他今天来接他大哥，应该是他大哥吧？大哥，亲的？他骗你的，我看啊就是他情人。我跟你赌10块钱呢。你无不无聊？不是说来接你姨妈一家人吗？他们人呢？来了。四表哥，我来。真是好久不见。哎，上车吧。爹，薰儿回来了，世勋，世勋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爹，回来了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现在啊，咱们一家人呢，又能够平平安安的聚在一起了。爹呀，就指望你能够光复家业，重振门楣了。是，儿知道。你的家人终于凑齐了。对啊，终于凑齐了，快，来。这么晚了，还没回来吗？妈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我送送妹妹。对了，时辰，租咱们房子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我今天跟他打了个照面，感觉不是很好说话的样子。你说阿文啊？他在商行里工作，人其实还挺好的。平日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还能帮妈干干重活呢，也从来不会乱带人回来。我就是觉得我经常不在家，家里面总归还是有个男人好，毕竟爹妈岁数都大了。是啊，爸妈真的老了。对了，明天啊，我准备找趟刘氏叔，他热心的很。我还在船上的时候，就给我来过2封电报，说想在红房子帮我谋个差事。哦，虽说不一定能当上正式的医师吧，但好歹也是个职业，领份薪水。家里以后的担子，哥来扛。哥，不能都你来扛，一人扛一半。好。其实妈妈她心心念念的一直想搬离这儿，我也在想，其实换个环境，说不定爹就愿意戒烟了。换个房子。一步一步来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是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时辰啊，你才刚工作，有什么事别总一个人扛，有事多跟哥商量商量。
咱是一家人，我是你哥。放心吧，知道了，哥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我自己回去就好。行，注意安全啊。我走了。好。回去吧。好，你先走。大哥，对不起，这条路我只能一个人走下去。诗珊姐姐，3日后早上8点整，伊丽莎白女王号外滩码头2号闸门登船。船票在信封里，回去再看。时间太紧了，没有时间去存钱，所以你要想个办法把钱收好了。明白。这不方便说话，明天和你一起说。快回去。好。先生真是忙啊。白天同男人搂搂抱抱，晚上又同美妾鬼鬼祟祟。看来先生来我们家做的事，不仅仅是教书这么简单呢。大少爷还没休息啊？抱歉，今天有事情耽搁了一下，以后我会在门禁之前回来的。我不管你和孙少卿在谋划什么，出于师徒情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：孙少卿伺候我爹已久，知道我爹很多秘密。你贸然接近他，很容易引起我爹的反感。明白了，请大少爷放心，我只是觉得孙小姐很可怜罢了，并没有想打探令尊什么秘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或许不了解我爹，我爹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尤其在乎自己的一些秘密。冯先生，你若还想保住自己的饭碗，就听我一句劝，别再和孙少卿来往了。我只是把孙小姐当妹妹罢了，别又说我缺妹妹了。那只能怪先生好心泛滥，对着谁都能疼爱一番。这回长教训了。先生，今天在码头上那个是你大哥？你今天也去码头了？哦，我和朋友办点事儿。不过你和你大哥感情真好。嘉少，你现在要想做一个温柔可亲的兄长也还来得及。方林他们心里其实对你还是有期许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毛病，说话不超过3句，就要给人讲道理，劝人努力，劝人向善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？不要和孙少卿来往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能说什么闲话？说什么闲话的都有可能。你当孙氏当初是怎么进我们家的？他就是受人所托来给方林他们上课，所以才被我爹看上的。原来说了半天，大少爷是担心我会步了二姨太太的后尘。你放心，我还不至于只有这点出息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
你别生气了，你和他不一样。那你和令尊一样吗？我怕复活悲欢与你纠缠。时辰，你是夏尔的人，不要反被鱼儿拉进水里，记住了吗？怎么着，又把杜兰心惹毛了？我刚刚出去的时候，看他脸色差得很。你说说你，想玩跟我去新都会玩啊？充什么东道主啊？引来这么多人来家里，人再多也不热闹。你不还有一只狗呢吗？我看它挺有灵气的，知道你不开心，也不扑腾了。你是没见过它皮的时候。你帮我养2天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带回去养2天？老头子不让我养，他在这里也不自由。你可要好好带他。行吧，那我先替你养着。月饼，月饼，我们回家了，走。荣家院里有个八角亭，旁边有棵槐树，上面有个洞。拿到消息之后，放到那个洞里，我会派人去拿。大少爷怎么在这儿？我饿了。大少爷的酒会不是刚散场吗？怎么没吃饱啊？你在煮面啊？清汤挂面，应该不符合大少爷的胃口吧？你怎知我的口味？大少爷在重庆待了那么多年，应该喜欢火辣的吧？有些辣浮于表面，食之无味；有些辣深藏于内，值得回味。给我来一碗吧。好。我的厨艺不怎么样，就将就着吃吧。谢谢。对了，这是我从重庆带回来的油辣子，很地道。先生要不要尝一尝？你吃吧，我就不尝了。
先生不吃辣吗？从小就吃不惯。先生，有些东西要试过之后再下定论。哎，你这油辣子只是看起来辣，吃起来特别香，你相信我。怎么样？我没诓你吧？月饼，我让云池带回去了。对不起啊，都怪我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本来我爹也不会把他留在家里，这都是暂时的。等我有了能力，我一定会把他接回来。好吧。我吃完了，谢谢。先生，你煮的面很好吃。你吃饱了就好。姐，七爷，这是安排在荣家取消息的人今天一早带出来的。带几个兄弟去这个地方看看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这两句啊，其实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人，其实他在这一句就有了一个解释。哦，是这么解释，这样也就通顺了。对，再看这一首。这里面作者所提到的像海风、玫瑰，还有这两个人何时感情这么好了？其实他指的是作者第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时的一种感官、一种感受，并不是不过他俩确实像，真的在吃蛋糕。难怪皇室能选中他。时珍姐姐，你懂得真多。没有了，我也只是懂个皮毛。之后我们俩可以多探讨一下。世珍姐姐。和一个侍妾争姐妹，她也不觉得自降了身份。这本书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下次我还可以推荐同类型的书给你。对了，
那个陈妈是太太派去服侍冯先生的？啊，是的，大少爷。我发现她喜欢听墙角，被我看见不止一次。我马上会处理，您放心。嗯。啊。冯先生，我来给您送将洗好的衣服。怎么是你来了？陈妈办错事了，被管事调去厨房了。今后就由我来听冯先生的差。哦，辛苦你了，给我吧。那就有劳冯先生了。嗯，快去忙吧。哎。发现是我。快来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荣定坤这一走，带走了不少的保镖，剩下的人因着过节放松了戒备，我想进来并不难。哦，对了，冯小姐，我们循着坐标已经找到了那个岛，岛上有个仓库，专门接收一些转运的物资，相信那批古董应该就在里面。但仓库的守备极其森严，想要货品顺利出仓，必须要有荣定坤的印信和指纹，还有具体的货号。印信在哪儿呢？荣定坤不信任任何人，应该随身携带，此物并不易得。你告诉七爷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那冯小姐自己当心。世珍姐姐，你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泰戈尔《飞鸟集》？你看这句：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，那你也有可能错过繁星。哎呀，我真应该多学点英文，我的词汇量太少了。你很聪明的，自学肯定没问题。我自学又如何呢？我的生活只有这个宅子这么大，学再多本事也是白费功夫。人生际遇有如潮汐，有涨有跌。虽然你眼前被困在浅滩，但不代表你永远都不能回归大海。我还有回归大海的希望吗？少卿，能和我讲讲你曾经的梦想吗？我在女中读书的时候，和我一个同学约定，我们将来一定要去日本留学。我大哥能做买办，全靠荣老板抬举，所以我学什么，去留如何，我自己说了不算的。可是没有了自由和尊严，锦衣玉食又能如何？我从来都不在乎衣食，我有我自己的理想，我想要独立。可我在荣家是什么身份，姐姐肯定知道。这真的是我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耻辱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二姐，我二姐。少卿，没事了。我不好说二姨太太什么，但是少卿，你是受害者，你才是最值得被同情的。可他们都瞧不起我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而那些人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立场
去指责和鄙夷你。你说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是他亲妹妹，如果生离死别也就罢了，可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顾宠。姐姐想走容易，但我却不行。少卿，我也不是打击你。如果离开荣家的话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玩偶之家想必你也看过了。罗拉出走的是很洒脱，可是到了外面，没有生活来源，那这条路还能走多久？我并不是让你认命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外面的世界虽然有很多的美好，但同样也有风霜雨雪。但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做好了准备，即使遇到任何困难，你也会有办法应对的。老爷，太太，这几日家里可好啊？啊，老爷，这几日家里都挺好，就是，说，那个孙小姐和冯先生这几日走得很近，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在大书房看书。少卿平日总抱怨孤单寂寞，有个人能陪他也好。啊，小心点吧。胆子也太大了！我的人，他荣家上一句话，说换就换了。表姨，消消气，不过就是个盯梢的，也不缺他这一个。太太，杨先生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大少爷会突然出现，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大少爷问过你话吗？没有，大少爷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管事的就把我给调开了。我发誓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那冯世珍呢？冯先生和往常一样，每日都是按点上课，没有做什么可疑的事。就是孙小姐这2日来找他，他们说的都是些诗歌，我也听不懂。哼，是吗？我还真会挑人呢。这冯世珍还真有两下子。也不知道这小妹是蠢还是精，这样一来，老爷自然是要注意到那个女人的。老爷之前是对她没什么兴趣，可也架不住看多了，突然哪天就来了兴致。若是那个女人不老实，咱想个法子把她赶出荣家便是。大哥二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看书看书，你就知道看书，有时间跟那个家庭教师鬼混，还不如多陪老爷说说话。有什么可说的呀？说再多又当我打听机密，老爷多疑，姐姐不知道吗？那也好过跟那个姓冯的混在一起，我看他就是不怀好意。人家可没有咱们家志向这么伟大，削尖了脑袋就为了做荣家的人。你说什么你？